这家医院全体断网了，让我过来务必给解决了。这不，外快又送上门了。起初我以为他们断网是 IP 占用，于是我查看了下电脑 IP 地址，让我没想到的是，电脑居然没有任何 IP 地址。正常的电脑会这样显示 IP 地址的。于是我来到了他们路由器旁边，但这线路接的就让我看不懂了，路由器怎么只接了一条网线到光猫就没了？按理说必须有一条线再接到交换机上才对呀，不然这路由器的网络怎么传输到电脑那一头？但偏偏这交换机就已经插满了线，外面还多出了一条浅灰色的线出来。先不管这些了，我先确保路由器的网络是否正常再说。我用电脑接上路由器上，发现等了半天它没有任何网络。我于是查看了下 IP 地址，打算进入后台的时候，发现我电脑也是没有任何有效的 IP 地址。于是我换了第二个口试了下，也是没有 IP 地址。接下来我又试了剩下的第三、第四个口，一样是没有 IP 地址。我会运气这么好吧？他们断网的原因这就找到了。这种情况我把路由器给重启一下，断电重启后，没想到的是我电脑依旧没有任何 IP 地址，这就有意思了。什么情况下会让整个路由器出现这种情况？我后面再和大伙讲了。这时候我只能给路由器还原出厂试一试了。大伙可以用牙签长按路由器的复位键，直到它的全部灯亮一下，这就算是恢复出厂成功了。恢复出厂成功后，我电脑才有了 IP 地址。于是我进入了后台，填写宽带账号密码，这个过程我就一笔带过了。路由器能上网后，我测了一下宽带，有500兆，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了，解决路由器故障后，就开始解决线路故障吧。他们已经把线接乱了，这个交换机必须有一条线插在路由器上才行，不然哪来的网络？于是我拔了一条不亮的网线，把路由器的线接到了交换机上，然后我再去 A 区看看电脑有没有网络。让我想不到的是，电脑依旧没有网络不说，一样连 IP 地址也没有。我看他们电脑的网线都是这种蓝色线，总共有6台电脑，但是路由器那边就只有一条这种蓝色线，那可以推算得出来，在这个 A 区肯定还有交换机才对。我顺着线路一番找寻，果然在一个柜子里面找到了交换机。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百兆交换机，还有一个黑色的千兆交换机。我先搞清楚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线，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5条线应该是代表5台电脑的，这灰色线是接到黑色交换机上的，那么这黑色交换机肯定有一条线是通到路由器那边的，至于是哪条，我只能用排除法了。我知道这深灰色的线是接在白色交换机上的，所以排除了。这蓝色线应该是接到第6台电脑上的，暂时也排除了。这4星线是干嘛的？但它另一头是接通动态的，应该不是通向路由器那边。如果通向路由器那边的话，那这边的电脑早就有网络了才对。于是我觉得这浅灰色的网线极大可能是通向路由器那边的，因为它灯是不亮的。大伙还记得交换机那边多出来一条浅灰色的线吗？8、9不离10就是它了。于是我拿寻线仪接上去，去到路由器那边寻线确定一下。让我没想到的是，找了半天居然还不是这条灰色线，那就奇怪了。A 区居然没有网线通向这里，该不会是 A 区的网络从 B 区的交换机或者C 区的交换机传过来的吧？这样找线的工作量就真的很大了。于是我去 B 区找寻了一番，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又去 C 区碰进去，直到我看到了一条灰色线，觉得应该就是这条了吧。但我没想到的是，依旧不是这条线。那 A 区的主线到底是通向哪的呢？这时候我又留意了下 A 区的4星线，因为它另一条线是接到电话上的，电话的一头必须接到光猫上才行。我回想起来，路由器旁边的交换机正好也有4星线存在，那8、9不离10，这4星线是通向路由器那边的。当时我被常识性的错误给误导了，认为灯亮就是正常的，所以就把这4星线给忽略了。于是我不得不用寻线仪来确定一下，但是不曾想到的是，这时候我又闹了一个乌龙。其实这4星线就是通向那边的。我过去寻线的时候，发现声音有点小。在我们寻线的过程中，不确定是哪条线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插上去，它的灯亮了就是这条线，如果灯不亮就不是。但是不曾想到的是，我这次插上去居然不亮，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搞得我差点又去其他区域找线了。好在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所以我把寻线模式打成了对线模式。经过对线的模式，这才最终确定下来，这条4星线就是通向 A 区的。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交换机是有网络的，这4星线已经把网络传到了 A 区那边，为什么电脑还是没有网络？直到我看到路由器的烂口灯闪得厉害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交换机上面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什么是网络广播风暴？就交换机上面的线另一头又接了回来，导致整个网络崩溃了。至于哪条线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我只能每拔一条线，然后再去看看电脑网络恢复了没有。直到我拔了这条蓝色线， A 区的网络就恢复了过来。那这条蓝色线又是通向哪的呢？经验告诉我，这条线很大概率是通向西区的。我来到了西区，发现这里交换机挺多的，有3个交换机。黑色交换机上面的线是干嘛的？目前不得而知。然后这蓝色交换机上面的线又是干嘛的？我也没搞明白。至于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线，我看它是接12伏电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交换机是负责监控的。我于是重点又回到了这个黑色交换机上，因为我发现它有一条蓝色线的灯是不亮的，这条蓝色线很大概率是通向主路口那边的。于是我用寻线仪来试一下，我来到了主路口旁边寻了下，听到响声，果然这条蓝色线就是把网络传输到西区的。我把它接回了交换机上，这样网络就传到了西区。我仔细看了一下黑色交换机，发现有一条网线2头都插在交换机上了。这下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就是西区有人把网线接环路了，导致整个医院断网。这时候我就问了下他们店员，这线是谁接的？这条线是谁插上去的？哪条？这条。插哪里？插这上面。这条是谁这样插的？这条好像是我插的，他拔掉了，不好意思，两条都是你插上去的吗？对，我只插了一条。就说你这样插了一条上去是吧？对。美女啊！哈哈哈。不知道是插在哪里了。你这么插的话，这个区域全部断网了，然后那边的区域也全部断网了。插哪里？这个不能插的。它怎么是？它原来是插的呀？没有，你搞错了。好了，网络解决了。好了，他们全部断网的原因总算找到了。至于之前这路由器为什么出现无 IP 情况，就是因为网络广播风暴导致路由器工作量比较大，所以死机了。那之前网线为何这么乱？但是他们断网后尝试拔了一些网线，看看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结果越拆越乱了，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迷之接线，把我都给整懵了。其实解决这类问题并不难，但是要搞清楚这些线路是负责什么的，这确实很考验一个师傅的功底。小胡我每天实战面对各种故障都不曾被难倒过，真正困难的是怎么去拍摄，怎么去剪辑，又怎么能够让大众看得懂，这个挑战才是最难的。所以大伙看完记得。好了，下一期是解决家庭麦曲主网的卡顿的问题。自从上次有小偷光顾了这别墅之后，业主是每天都要看一眼监控的，但这就在前段时间，他那里的所有监控都看不到了，心里多少有点不踏实，于是就联系上了我，让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当时我一听，这不外快又来了吗？于是就骑着我的小电驴屁颠屁颠的出发了。生活真的不容易，处处需要人面币，要想日子好下去，挣外快才是硬道理。2 hours later， 但是我过于激动，没注意看业主说的时间。我到了才发现，我来的太早了。这个点，业主还没回来呢。业主让我在门口等他回来。在等待之余，我先在外面大概判断一下他们监控是什么故障。我找到了梯子，然后爬了上去，打算用手把监控给盖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判断摄像头是否通电，因为我盖住了它，摄像头就会开始红外补光。大伙看见没有？它的红外灯是亮的，那么我就排除掉了它的线路故障和摄像头本身故障。看来故障原因还是出在录像机那一端。这种情况我只能等业主回来了。等了一段时间，业主回来后，他就把我带上了2楼。这期间业主还告诉我，他们家这个0629的 WiFi 也总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还经常连接不上，尤其是在1楼是最明显的。这种情况我只能去机柜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了。我来到了机柜旁边，大伙注意这里有个华为路由器，因为后期我会讲到它。我打开机柜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这个路由器的万口居然是不亮的，这万口的灯不亮，
那应该意味着他们都断网了才对啊。但是我发现我连接上他们的 WiFi， 网络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过多关注这个万口，因为这路由器它还是多万口的，没准人家用的是万一或者万二口呢，所以我还是优先检查下他们的监控是什么情况。我在机柜里面找到了录像机，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显示器，于是我又问了下业主，业主就和我说，他平常都是用手机观看监控的，显示器的电源线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所以很久没有用显示器看监控了。好在他们家电脑是比较多的，我就拆了另一台有电源的显示器，打算看一下本地的摄像头是什么情况先。台长，接上屏幕后，我发现摄像头都是正常工作的，就只是单纯的手机看不到监控画面罢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只要让录像机再次联网就行了。于是我就打算查一下监控当前是什么网段的时候，但是偏偏客户就把密码给忘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给录像机重置监控密码了。重置监控密码这个步骤，我开始是打算详细说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一直视为这个操作为风险操作，所以重置密码的过程我只能一笔带过了。密码重置成功后，我输入了新的密码，就成功的解锁了录像机。然后我点击右上角的配置，选择网络配置，打算看一下目前的录像机网段是多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录像机获取的网关是 192.168.0.1， 然后我再看了下临时配置，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连接状态显示不在线，这就意味着这录像机断网了。在没有连接外网的情况下，手机是看不到监控画面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 192.168.0.1 的路由器，看看他那边出了什么情况。由于他这边有好几个光猫和路由器存在，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路由器负责这些监控的，于是我只能拿出我的电脑，用我的电脑接在交换机上，浏览器输入 192.168.0.1 这个地址，看看这联网段的地址是哪个路由器负责的。我进入了后台，我看到这个乐光 logo 的时候，那我就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万口灯不亮的路由器负责的监控外网。我在后台看了下它的接口状态，发现这个路由器只设置了一个万口，其他的都是烂口，但偏偏这万口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的。正常的万口都会像这样有 IP 地址才能联网，否则是没有任何网络的。原来导致手机看不到监控的原因就是这个万口出了问题，这就好办了，找到这个万口的线是通向哪里的，看看另一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一路顺着网线，最终追踪到了这里。这条网线是接在光猫上的，当时我拔了下网线，再重新插上去，然后再去看看路由器的灯有没有亮。这里暂停一下，如果大伙眼尖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这条网线明显凸出来不少。其实他们路由器断网就是这条网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但是我当时魔怔了，愣是没有看出来，这还是我回去看素材的时候才发现的。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啊，我那时候还在怀疑是不是这网线被老鼠咬断芯了，我还拿寻线仪给网线对了下线，对完线后发现网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当时就纳闷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又怀疑是不是这光猫的接口出了故障，于是我就把这网线换了个接口试一下。接着我把另一端网线也接回了路由器，就是这么一接，路由器的网口就亮了起来。当时我真的以为是这光猫的网口坏了，然后又把网线接回原来的网口验证一下，没想到我接回原来的网口后，路由器的灯居然还是亮的。当时我一脸懵逼，按理说这灯不应该是不亮吗？合着我啥都没干，就这样拔插了下，网络就自己给恢复了。既然网络已经恢复了，我就没有多想了，然后我再看一下监控是否已经联网。我在网络配置里面看到了连接状态是在线的，那么业主的手机应该是可以看到监控了。我让业主打开手机看了一下，监控画面果然又可以看到了，原为问题就解决了。正当我打算要走的时候，业主又和我说，1楼的这个监控手机还是看不到。我看到这个监控
蓝灯闪烁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无法接入 WiFi 导致的。这种情况还是挺好解决的，只要手机控制它连接上 WiFi 就可以了。正当我准备给监控重新连接上 WiFi 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手机显示这个0629的 WiFi 不可上网，但是我手动连接上它又显示网络质量好。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业主之前说过，这个0629的 WiFi 经常是时好时坏的，他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实在没办法，他就在1楼多装了一个路由器。我手机连接的这个 ABC 的 WiFi 就是这个路由器发射出来的，平常在1楼它也只能连接这个 ABC 的信号。我听他这么一说，这就勾起了我好奇心，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我得弄清楚这个0629的 WiFi 是哪个设备发射出来的。于是我就连接上了这 WiFi， 然后我点击修改网络，点击 IP， 它会跳出这个界面来，这样就可以看到是 WiFi 的后台地址了。我浏览器输入了这段地址，结果发现这不是2楼的那个华为路由器吗？当时我以为他们网络不好用的原因就是 WiFi 革新导致的，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不偏不巧的是，我在1楼又看到了一个 AP， 当时我就好奇这个 AP 是干嘛的。我看到它亮灯的时候，那么就代表它应该是在工作的。那这 AP 发射 WiFi 名称又是哪个呢？我当时问了下业主，业主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只能进入后台看看它的配置了。巧的是，我在 AP 列表里面发现有一个 AP 是离线的，上面还备注了1楼客厅。然后我又看了下它的 MAC 地址，发现这个地址和后台离线的 AP 是对得上的，而且我在后台看到5个 AP 发射的 WiFi 也是0629这个名称。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这0629 WiFi 真正不好用的原因了，就是1楼这个 AP 离线搞的鬼。因为它一旦离线了，它发射的 WiFi 是没有任何网络的，由于 WiFi 名称都一样，这就导致了它和正常的 WiFi 混在一起了。这样的话，网络肯定是特别不好用的，这也算是意外的发现了。于是我就用显示仪开始查询它的线路，看看它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经过了一番找寻，我发现这个 AP 是接到这个 PoE 模块上的。当时我也给网线对了下线，排除了网线没有断线的情况，那很可能是这个模块出了问题。于是我检查了下这模块的浪口网线是接到哪里的。我抽动网线，发现它是接到一个 PoE 交换机上了。我看了下这条网线的灯并没有亮，看来1楼 AP 离线的故障原因就在这里了。但是这里我就不太理解了，既然有 PoE 交换机存在，为什么还要上这个 PoE 模块？于是我就跳过了这 PoE 模块，网线直接插到了 PoE 交换机上，然后我再下楼把网线接回 AP 上，看看 AP 是否能正常工作。等了一段时间后，我在后台发现这个 AP 又重新上线了。想不到困扰他们网络的原因居然是这个模块坏了，这还是在我修监控的时候发现的。好了，他们网络已经被我修好了，接下来又该继续修这个监控了。当时我怕这监控会连接上2楼的 WiFi， 索性我在后台给1楼的 AP 独立设置了一个 JK 名称的 WiFi 出来，目的就是给监控独立使用的。请根据图示长按 Reset 键，直到设备提示重置成功后松开。我按照 APP 的指引，长按摄像头的 Reset 键，直到它的灯变成红色，我再松开。然后我就用手机连上了这个 JK 的 WiFi， 再回到 APP， 把这个 JK 的 WiFi 密码输入进去。输入完毕后，点击下一步，它就会提示你连接设备的热点。我点击加入后，它就开始配置网络了。正在配置设备网络，请耐心等待。大概等待了10秒后，这个摄像头又再次与手机连接上了。本期维修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我原为是过来修监控的，没想到是过来给人家修网络的。可以了。好了，感谢大伙一路观看。